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25号。我们今天的节目一上来，我就要给大家汇报一个好消息，也就是就在我在准备这期节目的同时，美国联邦参议院全体议员于美东时间，就是华盛顿时间，礼拜四6月25号的中午，在包括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内的所有议员，他们一致赞成下，全票通过了香港问责法及一项关于香港的决议案，表达了美国参议院对港人反对港版国安法的支持。这个香港问责法，它原来称为香港自治法，法案要求呢，美国的行政部门以金融制裁的手段惩罚涉及违反香港一国两制及香港高度自治的中央政府和香港港区的官员。这一次呢，就是完全针对这个中共马上要出台的港版国安法的。可以讲，这个议案的通过是非常的罕见，全票通过啊，没有一票反对，连一票弃权的都没有。这就是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他们民主党、共和党参众两院唯一不吵架、唯一能够全力合作的议题，也就只有一个，就是反共。因此，这个议案就在我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美国参议院已经全票通过。这个通过以后有重大意义，也就是美国国务院在执行对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港区涉及到香港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违反香港一国两制，可以打击的面就非常宽泛。因为呢，根据马格尼茨基法案呢，它只是对人权官员制裁，也就是有违反人权的可以制裁。那么其他没有违反人权的，但是它是违背一国两制，是破坏香港法治的那些官员，用什么来制裁呢？那么后来有了香港民主人权法案，这个民主人权法案仍然是更多的强调对香港实行压制人的自由，取消香港的法治，对香港人民压制人民声音的这种都是人权范畴的这种打击法案。而现在这个香港问责法是非常宽泛，只要涉及到香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50年不变、高度自治，只要涉及到所有中英联合声明里面有关香港的一切条款，只要违反的都可以制裁。这样就一下子就让美国国务院操作起来，打击中共的各种官员就有法可依了。所以说这个法案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为这个法案的通过，为香港人民他们为民主奋斗、抗击中共政府，获得美国参议院的支持，我们为这个法案通过而感到高兴。好，来谈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的话题。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主要是谈美国呢，第一是美国的商务部和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处呢，要求中共呢兑现中美贸易第一阶段的协议，这是一部分内容。还有一部分我们要谈的呢，是美国多位政要，包括国会议员，包括参议员，包括美国的国安顾问，包括 FBI 就联邦调查局的局长，都在密集的指责中共。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美国政要们现在对中共是一个什么态度。首先谈关于兑现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的关于龙虾的这一部分。那么现在美国是要求中共按照协议购买美国的龙虾，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龙虾呢是生猛海鲜产品，这个东西呢是需要呢尽快的销售、尽快的运输的。如果不能够及时的组织销售和组织运输呢，那美国的这个农民呢损失很大。美国呢有很大的一个产地呢在缅因州，缅因州的这个龙虾呢非常有名，运到中国人的这个餐桌上呢价格呢也非常昂贵。其实我们在美国吃龙虾是非常非常便宜的，可以讲龙虾产品的这个价格跟我们买猪肉、买鸡肉产品的价格基本差不多。那么也就是说，中国人呢肯定是吃这个龙虾是很贵的。问题是很贵的龙虾，中共不买了给你们吃啊，他们只是进口少部分，然后保证他们这些达官贵人，保证他们的这些权贵阶层消费。那么普通老百姓基本上买不到，老百姓呢也吃不起。可以讲，这个龙虾在中国上到这个餐桌上没有几百几千块，一般人也吃不到。那么在美国那么便宜的龙虾，现在呢中共呢没有及时的购买。因此呢，美国的贸易代表办公室呢，就对中共呢发出了最后的警告，就要求他们立即呢要开始购买美国的龙虾。因为根据2020年，就是今年1月15号，中美双方签订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呢，上面已经完全列明了，中共呢每个月要从美国采购的农产品的数量。那么这个采购里面，这个农产品里面不光是大家以为的大豆，除了大豆之外，还有牛肉啊、羊肉啊、鸡肉啊，包括龙虾啊，这一系列的呢
美国的农产品。那么目前来讲，美国缅因州的农民呢，他们已经捕捞了大量的龙虾。由于中共一直采取到加拿大去进口一些龙虾，然后故意不进美国的龙虾，导致了美国的龙虾这个产量很大，但是销售不出去。有的美国农民不得已只能把这个龙虾把它捞上来以后卖给加拿大，然后加拿大再卖到中国，这样美国的农民损失很大。他们卖给加拿大这个价格，基本上加上运费就没有什么挣的了，就赚不到什么钱啊。所以说他们很抱怨，本来这些龙虾都是向中国出口的，而且中国采购龙虾的最主要的产地是美国的缅因州，因为中美之间不愉快嘛，所以中共他就通过加拿大来打击美国，这是中共的老方法。他通过加拿大采购加拿大的农产品来刺激美国，他通过在美国购买一部分农产品去刺激加拿大。他们觉得加拿大是一个软柿的好捏，加拿大是在他们手上的玩物，他们想怎么搞就怎么搞。那加拿大总理小土豆也是一个逆来顺受的人，所以小土豆在中共面前是一筹莫展的，中共想怎么整他就怎么整他。因此来讲，中共他看起来好像给加拿大点甜头，从加拿大采购点龙虾，实际上他目的是为了打击美国的农产品。那么美国现在已经明确，就是说贸易代表处他们每个月都要给白宫列一份中共采购的这个清单，也就是从今年6月份开始起，把龙虾增加进去，就是每个月都要列出美国龙虾对中国的出口额。如果查明中国没有按照当时协议履行，当时在第一贸易阶段协议里面对龙虾采购的这一部分数额，那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针对进口的中国的海鲜产品采取对等征收、报复性关税的措施。所以说，这就是变成了你如果中国你不买美国的龙虾，就是不按照贸易协议规定的这个数额去购买美国的龙虾，那么对等的中国向美国出口的海鲜产品就会被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征收关税。这样美国虽然卖不掉，但是美国把从中国头上因为海鲜产品销售然后征收过来的多余的这一部分关税，把它补贴到美国的农民的虾农手上，让农民的损失减低。这是美国目前来讲对中共的一个对策，这是贸易办公室。因为美国和中国签订这个第一贸易阶段协议可以讲绝大部分人不看好，无论是政治家还是经济学家还是美国的农业专家，几乎美国的农业专家和美国的农业制造业的这些顾问们一直担心中共是根本就不会去履行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只有川普总统一意孤行，他一定要签这个协议，他认为他有这个本事让中国执行。但是中共他总是拖拖拉拉，你说他不执行的话，他多少也买一点，他除了买一点这个方面算是来兑现一点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其他的条款都没有按照第一贸易阶段协议中共开始对美国进行兑现。而买一点中共也是属于东买一点西买一点，根本就没有达到中美之间商定的那个数额。所以说美国农业和制造业的专家一直担心中国根本就不会履行第一贸易阶段协议。如果中共根本不履行，而我们又在这个上面花费了很大精力，我们很多产量很多产品都是根据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我们做准备的，你准备好了别人不买，那势必就会造成浪费和损失，甚至有可能给农民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所以在这方面讲，美国的农业专家和美国商务部的这些顾问们，他们非常非常的着急。因为随着中美因为今年疫情向美国扩散，导致了现在疫情给美国造成的巨大损伤，除了给美国造成了人民身体健康和死亡方面的威胁，同时美国的经济也大幅的下滑，而且中美之间为新冠疫情的源头不断地进行争执和讨论以后，也加深了中美之间的对抗。那么在这种对抗形势下，在中美之间都存在着重大分歧的情况下，美中关系一直是恶化的。那么你要求中国来兑现第一贸易阶段协议，中共他就会把它当作一种武器，他愿意兑现的时候，他跟美国关系好的时候，他就稍微买一点，否则他就完全会停止不执行这个协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是相当被动的。那么美国已经完全意识到，跟中共只要保持贸易，只要有往来，都会受到中共的牵制。因此美国现在有很多有识之士，包括农业专家，包括美国的商务谈判专家，都希望如果说中共它不能够兑现中美贸易第一阶段的协议，在这个协议上面让美国再一次感觉到上当受骗吃亏，那么美国就应该断掉跟中共的所有贸易往来，也就是说要脱钩。因此这个问题，川普总统在上个礼拜讲话里面就再次谈到中美之间是有一个脱钩选项的。这个脱钩美国一直在进行，一直在做准备。过去准备是有一个投储计期，我在前面的节目跟大家讲过，是因为有香港问题，也就是中国大陆和美国实际上再怎么脱钩，只要香港在就脱不开，因为中共可以绕到香港
通过香港向美国购买，通过香港向美国销售，也就是中共它只要转一手转到香港，以香港公司的名义跟美国就可以做一切中国大陆原来被美国断掉的各种生意。但是现在香港因为中共要推行国安法以后，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如果中共强行在香港推行国安法，那么毫无疑问来讲，美国会取消对香港的所有优惠政策，取消香港的特殊关税地位。那么在香港和美国也完全脱钩的情况下，那中国大陆的脱钩就非常非常简单了。美国只要把在中国投资的美企把它撤出来，然后香港和中国大陆就一视同仁了，通通视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然后美国就没有什么一国两制特殊政策了嘛，美国就完全斩掉了跟香港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贸易，那也就是说完全脱钩了。脱了钩以后，美国才能腾出精力来打击中共，因为过去打击不了中共总是有利益嘛，一旦有利益的话，川普就很揪心嘛。这部分利益不光涉及到美国所谓农民的利益，还有相当一部分股市的利益嘛。股市和中美贸易关系有密切的关系嘛。你看看上次纳瓦罗就讲了一句，现在中美贸易协议已经结束了，已经 over 了，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股市马上就跌啊。所以呢，川普很看重股市。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中美之间扭扭捏捏、勾勾搭搭，始终藕断丝连的，就是因为有这么一点贸易。那么这个贸易如果川普总统下决心如果断掉的话，那我相信对中共的打击就全面展开了。因为现在美国的高层人物啊，美国的鹰派人物，无论是美国白宫还是参众两院的议员，无论是参议员还是众议员，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无论今年是支持大选，是支持川普还是支持拜登的，对中共都是恨得咬牙切齿的。美国新的国家安全顾问，也就是接替博尔登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叫奥布莱恩。奥布莱恩就在礼拜三，在6月24号，他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就发表过一个演讲。这个演讲中，他严厉地批评了中共在中国的集权以及在全球的扩张。他明确就说到，美国自从上个世纪30年代，中共还在延安的时候，就对中共已经有了误判。之所以会犯错，是因为美国忽视了中国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存在。因为在那个年代，还是二战爆发的那个年代，美国和英国还准备拉拢共产主义国家，包括拉拢苏联，一起来对抗纳粹。为了消灭纳粹跟共产主义的结合，这是当时英美所采取的一个全球联盟、一个战略联盟，铲除纳粹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针和战略。但是纳粹被铲除以后，美国仍然没有认识到共产主义对人类的这个侵害实际上是纳粹的一种继续。所以说他们尽管对共产主义国家苏联有着严重的防范之心，跟苏联展开了几十年的冷战，最终在冷战中战胜了苏联，解体了欧洲的共产主义。但是没想到亚洲的共产主义，尤其中共，它做大了。那么中共在美国的扶持下，它不断的做大的过程中，它的这个共产主义思想就在膨胀。习近平他现在当总书记，他自己把自己就视为是斯大林的继任者。习近平的控制野心，他不仅仅限于要控制中国人民，他还要称霸世界。 Just like the tariffs that were imposed by the president due to unfair Chinese trade practices early in his administration, there is more to come. President Trump understands that lasting peace comes through strength. We are the strongest nation on earth, and we will not bend to the CCP. As the foregoing actions demonstrate,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countering CCP malign activit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ill speak out and reveal w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believes and what it is planning, not just for China and Hong Kong and Taiwan, but for the entire world. Together with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we will resis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efforts to manipulate our people and our governments, damage our economies, and undermine our sovereignty. The days of American passivity and naivete regard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re over. Let me make it clear. We have deep respect and admiration for the Chinese people.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long history of friendship with the Chinese nation. Bu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oes not equal China or her people. 所以说，奥布莱恩就说，中国的共产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民主主义的相结合。过去美国政策的失误，都是对共产党的本质以及它的意识形态的误解所导致的一个自然结果。因为美国一直认为，开放的中国，然后给中国在贸易、在经济、在各方面促成中国的增长。那么中国当它这个经济壮大的时候，当中国的中产繁荣的时候，那么中国的民主也会在中国国家实现。但是历史告诉我们，最终我们没有实现这个目标，不仅仅是在中国没有实现民主，相反的，美国的民主还受到了中国的迫害。今天美国对中国是非常非常的被动，
但是这种被动忍受、幼稚天真的日子已经完全结束了。川普这一届内阁正迎头痛击中共的罪行，而且奥布莱恩明确就讲到，中共绝不等于中国人民。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从历史上就有非常好的传统友谊，美国人民很珍惜跟中国人民之间的这种友谊和感情。但是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必须要铲除的。我们在铲除了中国共产党以后，中国人民依然跟美国人民有良好的感情，这是奥布莱恩的认识。可以讲，美国现在有一个去中国共产党化，不是叫去中国化，就是他们已经明确要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分开，他们要去中国共产党化，要在中国铲除共产党，但是要珍惜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这是奥布莱恩讲的话。你看看其他官员讲话，他们仍然是这么认为。美国的 FBI 也就是联邦调查局局长叫克里斯托弗雷，他就说现在美国每10个小时就要抓中国一个间谍，把个主持人吓了一跳，10个小时就要抓一个间谍。他说对， FBI 目前正在处理2000多起与中共相关的间谍案，也就是我们根本就是每10个小时就要抓到一个中国间谍，我们都来不及处理。他说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跟中国相比，因为他们是举国出动，是国家战略，他们渗透到美国的每一个领域，他们什么都偷，从教授到普通学生，他们什么坏事都干。这是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对中国做出的解释。那么根据美国参议员，就这2天参议院在复会啊，参议员叫肯尼迪，他在接受一个采访里面怎么看待中国共产党，怎么看待中国人民的。你看肯尼迪怎么说的，肯尼迪就说中共一贯欺骗，中共就特别会伪装，中共哪天他死了，我都不会相信他立即死了，我都认为他会装死，我都要看他们几天。可以讲，香港1997就完全不应该还给中共，因为中共就欺骗了香港人民，欺骗了全世界。而且自由民主不但没有在中国实现，相反，中国已经扰乱了美国的自由民主。Look, we have to face the facts with China. First, it's important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people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hich is populated by thugs. Number two, you can't trus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ver. I wouldn't turn my back on them if they were 2 days dead. Number three, China's strength and China's bullying has been, frankly, caused by the weaniness of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leaders. For 20 years, the experts and many world leaders have said, be patient with China. Free enterprise will change them. Well, they changed free enterprise. The United Kingdom never should have given up Hong Kong to China in 1997. And fourth, weakness invites the wolves. That's all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understands. We've got to push back, and we've got to jo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encourage them to do so,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sanctions. 这是肯尼迪参议员他的看法。另外还有一个参议员克鲁兹，克鲁兹在国会发表他的演讲时候，就明确要求美国必须清算，因为武汉疫情给美国带来的巨大损失，给全球造成的巨大伤害。现在全球已经有将近1000万人受到感染，美国受感染的人数已经快有50万，美国现在死亡的人数已经10几万。可以讲，这么大的伤害都是中共造成的，给全球光给美国就造成了几万亿美元的损失。We know that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of China actively covered up and silenced early intervention to stop this pandemic. There were heroic Chinese physicians, whistleblowers who stood up and blew the whistle on this pandemic.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government, they came in, they arrested the whistleblowers, they silenced them, they punished the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ehaved like any responsible government. Had they come in, sent in health professionals to Wuhan and quarantine the infected people, there's a very real possibility that this could have been contained as a regional outbreak rather than a global pandemic. But instead, because of the li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government, because of the censorship, because of the cover-up, we have today over 474,000 people who have died worldwide. We have over 123,000 Americans who have died,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government bears direct responsibility for those deaths and for the trillions of dollars of economic devastation. 所以说，克鲁兹就讲，美国必须要跟中共清算，必须要从中共头上拿回这一部分损失。为什么美国现在的那么多政治家，尤其是共和党的领袖，这些保守派的政治家，他们为什么现在急于要讨伐中共？除了中共本身在今年给美国导致的这个新冠疫情给美国带来的大
大幅的人民身体的受伤以及经济下滑这些自然因素之外，最关键是什么？是这次弗洛伊德的死亡啊，就这个黑人事件啊，导致了美国左派思潮的这个泛滥。这种左派思潮的泛滥呢，过去共和党一直认为是民主党、共和党两党之争，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实际上是大量的共产主义的思维已经渗透到美国。这些共产主义的这些思维，通过共产主义的恐怖组织安提法，他们在美国挑起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矛盾，打到黑人命贵，打到被种族歧视的旗号。然后又有一批美国的左派国会的领导人、民主党的领导人迎合了这种思潮以后，在美国掀起了一系列的狂热的共产主义运动。这种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就非常像中国的文革，把美国很多开国元勋，把美国的国父们他们的这些画像都能够推倒，而且现在已经愈演愈烈，已经演变到就是说没有理智的行为嘛，就是左派的这个反种族主义者，他们现在已经要求要炸毁总统山的4座总统像，要让耶鲁大学改名，要把白宫改成黑宫，这种说法都是感觉到十分的荒唐啊。拉什莫尔山有4大总统像，这个总统像是100年前就开始规划兴建的。当年很多美国人把自己可以讲口粮里面省出一点钱来捐助建造这个拉什莫尔山的4大总统像。可以讲，这个4大总统像它本身是属于联邦的纪念碑。这个4大总统像，很多到美国来游玩的中国人都去看过这个总统像。那么在美国的华人也绝大部分人都去旅游去参观过这4大总统像。这4大总统像高达18米，分别是华盛顿、杰弗逊、罗斯福和林肯，是1927年就开始兴建的。大约有400人的工作团队，他们历时将近14年才全部完成了这个总统山。那么现在就变成了左派要炸毁这个总统山，你觉得荒唐不荒唐吗？耶鲁大学这一所100年名校，他们要把这个名字改掉，而且更荒唐的是要把白宫改成叫黑宫，说是在美国你黑白不平等啊，你们白人统治的黑人啊，凭什么叫白宫啊？为什么不能叫黑宫啊？应该把 White House 改成 Black House。而且不但是要改名改成黑宫，并且要把整个白宫的外表面、外立面全部漆成黑颜色的。我不知道是什么人想出这种点子，这真是心里是严重缺位才会想出这样丧失理智的想法啊！那是不是把全天下的天鹅都应该换成乌鸦啊？你黑人有本事把你的牙齿也染成黑的嘛？所以说这种说法它就是荒唐至极。因此在这样猖狂的这种左派、这种共产主义挑唆下的这种思维状态下，它已经扰乱了美国的民主制度。因此美国保守党的很多领袖们，他们坚决要求打击中共，遏制共产主义。因为大家都知道共产主义的源头在中国嘛，只有消灭了共产主义，才可以解决美国现在存在的各种共产主义的思潮对美国的侵害。因为共产主义啊，可以讲它作恶多端啊，共产党的领袖都是讲的最好听的，但是他们个人本人都是欺压百姓的，巧取豪夺老百姓的血汗，然后他们自己生活的非常富裕的日子里面，他们要老百姓去为人民服务。所有共产党的领袖们都是一脉相承的，他们一边要打倒到美帝国主义，一边把自己的儿女要送到美国，送到西方发达国家去。不光是中国，前苏联也是这样啊。今天早晨，美国罗德岛的警方就宣布，原来苏联领导人、苏共中央总书记叫赫鲁晓夫，赫鲁晓夫的儿子叫谢尔盖，他自己就死在自己罗德岛的家中。他怎么死的？是他自己在家里面开枪自杀的。他死的时候已经有84岁。美国罗德岛警方在现场勘察了他的尸体以后，然后在现场宣布了他是死于自杀。那么这个谢尔盖·赫鲁晓夫是个什么人呢？他是苏联的一名火箭专家。但是这个火箭专家在苏联混不下去啊，在苏联解体以后，他就感觉到苏联解体后共产党肯定要受到清算的，他作为共产党领袖的儿子他是跑不掉的，所以他就在苏联解体的那一年，就是1991年，他就移居到美国。他怎么不到古巴去啊？怎么不到朝鲜去啊？他怎么不到中国去啊？他知道这些共产主义国家都不会有好结果的，他就是要到美国来。他们反了一辈子美，他的父亲是共产党的总书记，反了一辈子的美，最终呢，他们都要到美国来。他到了美国来，他本来因为是一个火箭科学家嘛，美国人民没有歧视他嘛，因为你是科学家嘛，美国人民仍然给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职位，他在布朗大学支教嘛。但是他内心的恐惧始终不能消除，所以说他走到今天开枪自杀，这也是共产主义后代的一个报应。
赫鲁晓夫这个人，我相信大家都很了解，他本来是苏共中央的总书记，他是斯大林之后苏联最高的领导人。那么斯大林是不是亲手培养了赫鲁晓夫呢？那倒不是，可以讲斯大林和毛泽东不一样，毛泽东是培养一个接班人就弄死一个接班人，斯大林是怀疑身边的所有人，所以斯大林没有设立接班人。斯大林在他自己生前呢，是因为斯大林的第二任太太跟赫鲁晓夫是同学，那他的第二任太太呢，经常在斯大林面前呢推荐自己的同学，推荐赫鲁晓夫，所以说呢，赫鲁晓夫就这样引起了斯大林的注意。然后斯大林呢，最终呢就步步提拔，把赫鲁晓夫呢已经提拔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地位。那么在斯大林死的时候呢，斯大林并没有指定接班人，而苏共中央当时已经形成了是3驾马车的集体领导，这3驾马车就是赫鲁晓夫、贝利亚和马林科夫。那么这3个人当时大家都要争当第一书记的时候，这时候赫鲁晓夫的智慧和赫鲁晓夫共产主义的斗争手段就占了上风。他首先就联合了拉拢了马林科夫，拉拢了马林科夫以后，然后陷害了贝利亚。其实本来他们3个人里面权势最大的是贝利亚，马林科夫跟贝利亚的关系相当好，赫鲁晓夫在这3个人里面是处于最末位的。但是赫鲁晓夫就有这个能力，他拉拢了马林科夫以后，然后呢整死了贝利亚，把贝利亚宣布为人民的敌人，把贝利亚枪毙掉了以后，然后赫鲁晓夫继任了苏共中央的总书记，完了以后呢，他又打击了马林科夫，把马林科夫也从政坛上面把他清除掉。可以讲，赫鲁晓夫是绝对有手段的，他清理贝利亚，然后排挤马林科夫，跟当年邓小平排挤华国锋，邓小平消除所有他的政治对手是一个道理。所以说共产党就是搞斗争的结果。那么赫鲁晓夫继任了苏共中央总书记以后，他马上就开始去斯大林化，他对斯大林是进行批判的。可以讲，赫鲁晓夫是毛泽东心里面最恨的人。毛泽东动不动就要防止中国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毛泽东为什么那么恨赫鲁晓夫？就是赫鲁晓夫他继任以后，他清算斯大林，他去除斯大林化。赫鲁晓夫打击斯大林，既有国恨也有家仇。所谓国恨，他就认为只有去除了斯大林化以后，才能稳固他自己的地位，不能让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继续在苏共中央里面弥散。同时呢，家仇呢，也就是因为赫鲁晓夫有一个儿子是个飞行员，他这个儿子呢有一次在战斗中失踪，当时呢部队是宣布他牺牲了，其实内部的消息呢大家都知道他是俘虏了，而且呢写了投降书。那么在这个以后呢，斯大林就非常生气，他派他的部队呢，最终呢是把赫鲁晓夫的儿子把他抢回来了。那抢回来怎么处理呢？斯大林就要大家讨论，那所有人看斯大林的意思都提出要枪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就通过政治局给赫鲁晓夫带话，要赫鲁晓夫自己表个态。而且斯大林特别强调了一句，叫做赫鲁晓夫要站稳立场，和同志们的意见要一致。如果是我的儿子，作为父亲，我会怀着深深的痛苦，让我的儿子接受人民的审判的。也就是这个话，就是说他这个儿子必然是枪毙嘛，最后赫鲁晓夫不得不同意枪毙嘛，你同意也得同意，你不同意的同意嘛，这就是斯大林的政策嘛。所以苏共的这种政策就延续到中共，中共仍然是这样，中共叫大义灭亲。大义灭亲这个字是可以讲是中国历史上最无耻的一个单词，可以讲你连亲人都能灭，你还有什么坏事不能做？但是共产党就要发扬光大大义灭亲，他所谓大义灭亲就是要你们有党性而没有人性。因此中共建政这么几十年来，他们基本上就是在这种党性的疯狂中，在文革的思维中，在大义灭亲的这种形势下，他们消灭一切他们认为的敌人，然后最终他们保证他们共产党的执政。可以讲中共建政这么70年来，是破坏了所有人的正常的伦理道德啊，也就是一个80年代好一点啊。中共建政最好的10年，实际上就是我建民青春成长的那个80年代那个10年。那个时候我们思想是解放的啊，无论是文学艺术、电影、音乐，都呈现出一片文明繁荣的景象啊。那87版的《红楼梦》，你可以讲那是中共建政以来最顶尖的艺术作品。你看看当时央视去采访87版《红楼梦》剧组的陈小旭，是扮演林黛玉的，和扮演袭人的袁枚，你看看他们那时候是什么青春状态。叫什么名字？叫陈小旭。陈小旭是哪来的？鞍山话剧团。鞍山话剧团的演员。你呢？我是安徽省黄梅剧团的。黄梅戏，黄梅戏剧团的。你到今天你再能给我找出一个陈小旭，找出一个袁枚这样的中国的女演员吗？现在的中国女演员只会吸毒，只会到看守所里面去找他们。你现在能找到陈小旭、袁枚这种气质的中国的这样代表现在青春典型的女艺人吗？你根本就找不到。中共在1989
年以后，所有的思想、所有的青春、所有的追求，完全被物质主义取代啊！全民在金钱面前的堕落，道德在物质面前沦丧。时至今日，中共统治下的中国，道德已经完全没有底线嘛！我在网上就看到，说有一个女的，她住的一个酒店，这个酒店叫维也纳酒店，她给这个酒店一个差评，是因为她到这个酒店，因为卫生消毒隔离的问题，她对这个酒店对她多处的刁难感觉到不满，她给这个酒店打了个差评。这个酒店居然回答说：“你跟别人开房的是你老公知道吗？酒店可以找到所有你跟那个男人进这个房间里面的所有资料。”言下之意，酒店就是用别人开房的信息来威胁这个人，你不给我消除差评，我就向你的老公去告诉你老公你和哪一个男人去开房的。这也就变成了中国的这个道德已经沦丧到什么？用别人的隐私来威胁别人。这就是中共国现在的发展，就每一个人他列出别人的隐私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然后为了自己的利益就没有道德底线，就可以公布别人的隐私，就可以用别人的隐私去拿捏别人。这就是中共现在的道德水准啊！这个社会它继续的发展，共产党的这种思维在中国的继续统治，最后人类就没有羞耻感，没有道德感。那么人和那个活着的动物有区别吗？这就是摆在全体中国人面前一个最简单的课题，一个最简单的选择题。中国人现在不是要追求什么文明，而是要正常的回归人类。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